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董志森，钱子好，大家好，以及国际政治专家赖岳强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另外是淡大财经系教授聂建中老师。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5月7号凌晨，印度对巴基斯坦展开了军事行动，这个代号叫做辛多尔行动，现在持续。可是关键来了，这个大国美国怎么冷眼旁观呢？我们来看看范斯，这是美国的副总统嘛，他说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力鼓励这些人稍微缓和局势。我们不会介入这场战争，这不关我们的事啊。CNN 就分析说，川普冷淡应对印巴冲突已经引起了巴基斯坦的外长的不满，因为他们其实不断的在警告说，你们要约束一下哦，要调停一下哦，要不然这个后面这个一发不可收拾，两个国家都有核武哦。那这个外长达尔就说，过去美国总统在印巴冲突中常常扮演积极的角色，现在川普政府介入的意愿明显不足啊。CNN 就说，这一次的冲突可能会成为川普处理复杂情势能力还有号召全球意愿的试金石。大家都在看呢，你美国还是世界警察吗？你美国还有这个调停的能力吗？更是对一个没有美国领导世界的考验。到现在为止，川普没有积极介入，可能是外交介入的时机还不成熟。那也有可能是这个地方他没有利益，他也不想管。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巴基斯坦其实一直不断的说这是印度的诡计说什么恐怖攻击呀，其实是自导自演。巴基斯坦的前水电部部长就讲说，其实4月22号那一场恐怖攻击事件他认为是印度自导自演的假旗行动，目的是干嘛？要把水给堵起来。因为这两国有一个河水资源条约就是它上游的水会流到下游，它现在就直接把它给断了。这个就是这一场行动的为它制造借口。我们看到莫迪他也发声了就是在冲突在军事行动之后，他说国家处于敏感时期，敦促各部门持续保持警惕，并且保持清晰沟通。莫迪他并且称赞他们的军队在辛多尔行动中表现完美，飞机都被打掉了，还表现完美。我们再来看看印巴交战我们这个很多军武迷都在看，因为这是一场真实的战斗不是模拟，也不是电动那你就可以看到，包括美国官员就对路透证实说，巴基斯坦的中国制歼10C 至少击落了2架印度的标风飞机，这是来自于我们看到法国的这个战斗机。那巴基斯坦的说法是击落了6架，包括3架法制的标风，1架米格29，1架苏凯30，还有疑似1架幻象。幻影跟幻象是一样的吗？对，幻象2000，对，幻象2000。那我们再来看看呢，这个美国2名官员对路透社说巴国日前以中国制的歼10击落至少2架印度军用飞机，大家讲法不一致，可是可以证实的是，的确有击落印度的飞机而且是先进的战斗机。那我们看到巴基斯坦就拿这个歼10C 的照片做海报，他们当然要大大的宣传了嘛。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现在呢有一些股票突然大涨，这是成都飞机工业股票大涨，中国的军工类股也一起翻红了，因为这个战争上面大家都在看嘛。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呢，这个巴基斯坦又说，他又击落了25架哈洛普无人机，这是谁做的无人机呢？这是这个以色列做的它具有滞空9个小时以及4600公尺深线的能力那有逆踪的一个这个所谓的一个功能，可是在这一次边界冲突中成为印度重要武器，但是被这个击落25架，这是巴基斯坦这边宣称的。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呢，包括印度刚刚帮中国宣传完歼10C 和防空系统，现在要加码帮忙宣传反无人机雷达吗？这什么意思？因为我刚刚讲歼10C 看起来战功彪炳嘛，所以某种程度就是一个免费的宣传。那现在呢，我们看到印度呢，他又宣布说他已经瞄准了巴基斯坦的雷达
破坏他们的雷达系统，那当然你就要先把它破坏嘛，两军在交战嘛。那外界猜测这可能是中国制的，所以中国等于是帮巴基斯坦建构了他们的军武啊，还有包括雷达系统。而另外，我们看到南亚的学者他就讲了，这一位叫库格尔曼，他说印巴冲突是蓄势之战，中国制造的装备发挥了关键作用这是一个军武的一个所谓的演示啊还有一种军力的一个展示所以我们来看，包括歼10C、空警500、运油20他远赴埃及他们做一个什么呢？空军联合的演训。我们当然不希望战争发生，可是像这样子的战争，就让我们检视各国的军武的制造能力，还有驾驭的能力。来，美国现在对于南亚的这两个大国就是印度跟巴基斯坦，到底有没有影响力？一般大家是高度存疑的，认为它的影响力已经不如以前了拜登至少他会，例如说，拜登有一段时间他在煽动这个印度跟中国在边界上产生冲突，那时候拜登是有带礼物过去的。例如说，他说，如果你跟中国大陆发生冲突的话，那我愿意提供给你军工的技术，也就是把国防工业技术移转给你，甚至他要把苹果把一些高科技的英特尔都带过去了那他用这种方式来去吸引印度，那么接受他的这个意见，所以中印的关系有一段时间是紧张的这个就是拜登他在处理外交的时候是带礼物过去，然后但是你要帮我做哪一件事情，那当然中印的关系就产生了变化了嘛。那这个就满足了这个拜登的利益，因为拜登当时的战略就是要整个把中国大陆孤立起来。那当然，大陆跟印度的这种强烈的对抗，最后印度也撑不住了。最近印度在缓和，想跟中国之间的一个关系，也就是说，印度之后没有得到任何好处。例如说，拜登也跟印度在中印的边界里面搞一个非常大的军演，但是并没有把中国大陆吓住。所以印度也后来也发现，就是说你美国根本没用嘛，因为你根本吓不住中国大陆。那这样的平白的让我死了好几个人，所以后来印度我们看到现在他慢慢的在跟中国大陆关系开始在调整。可是这次印巴的冲突中，特朗普就是川普很明显的是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你范世才去印度访问过，那他的太太还是印度人，对，那很明显的他根本在印度里面起不了作用，所以范世就是不关我的事嘛。不关美国人的事。那这样的一个语言跟这样的一个态度，其实让全世界看明白了，就是说美国已经不是世界警察了。第一个你不想当，第二个你已经没有资格当，第三个你没有能力当了。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危险的地方，就在于以前大家认为你美国有能力，现在是没有能力当的。好，那我们就回过头来看印巴之间的冲突。我们一直在强调4月22号的那个悲剧，巴基斯坦是主张联合国的。由秘书长指派公正的第三方介入调查，这个合理吧？合情合理嘛？但是印度拒绝，马上发动攻击，所以他在国际间没有得到支持。所以你看，印度对于巴基斯坦的攻击的时候，在国际的舆论，特别是过去连大英国协包括英国在内，他们都没有站在印度的这边。那这个印度很明显的孤立了，更何况这次打得这么难看，完胜呢？巴基斯坦是完胜呢。因为法国的标风战机是比这个我们台湾买的这个幻象2000还高一代耶，也就是说它是目前欧洲最先进的战机，标风战机造价蛮贵的，造价贵造价很昂贵，而且目前来讲是法国主力战机，是法国最好的战机，结果美国认为是至少2架被打掉，法国的达索也承认他的战机被打掉，所以即使你印度不承认没有用。因为大家都知道你的幻象被打掉，怀疑你的幻影被打掉，因为有一个引擎就是发动机，它那个发动机应该是装在这个幻象上面的发动机，所以目前来讲被拍出来的就是说标风战机被打了，幻影有可能被打，但是没有证据。但是标风战机被打，而且被谁打呢？被大陆的歼10C打掉。那歼10C它用的是就我们叫做霹雳15E的这个或者15D的这个的导弹，那就是证明了美国自己也承认，他说大陆的这个战机跟它的导弹跟它的这个雷达系统跟它的空中的预警机，整个都数据都都是完全的数据链了，所以它本身的作战能力确实在这次实战中，那么证明中国的军用品是能打，而且很好用，
更重要的是物美价廉。那坦白说，这一点对于台湾来讲，台湾自己要想清楚。台湾长期以来那些所谓的自称为自己是军事专家的，包括民进党的军事专家的尤其是目前跟民进党很有影响力的那些在国防研究院工作的那些所谓的淡江大学毕业的那些，我不是嘲笑淡江大学那些所谓的军事专家，战略研究所，对，战略研究所，没关系。所谓的那个军事专家，他们一直在嘲笑大陆的军事武器。可是你看这一次歼10C在实战中打掉印度的5架战机，这包括什么意思？因为一般来讲，一个国家卖武器它不是只卖武器，它还除了飞机卖以外，维修能力也要卖，还有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飞行员的训练也要卖。对。那也就是说，战技的训练、战术的训练、跟空中搏斗还有战略的训练都要。所以现在全世界都在研究这一次的交战。对，大家都想要研究，就是说巴基斯坦的战术是什么，战斗技术是什么，他怎么打下来的，用什么方法打下来的。然后巴基斯坦在第一时间马上把他的战果跟中国大陆通报，所以大陆已经掌有这个目前跟法军还有跟米格苏30的交战的第一手的资料。我觉得这个对于大陆的解放军的战机来讲，他们在往上提升的这一次的经验是非常的重要。是没有错，这是实体的战争。来请教建中老师。OK， 我对这个您刚刚讲到这个川普他现在比较冷淡这有2种说法。他刚开始的时候，据我所知，他是说他来调停，他觉得他们会听他的话。就后来他又表现冷淡，我觉得这有原因因为我们看一下我们讲说以史为镜，当然也不是过太久的历史当川普上来之后几次，他不是一上来就说俄乌他要调停吗？是，说马上就会他就消那个 sleeping 酒，那个睡觉的酒，那个拜登每天睡觉，然后呢战争他引起了，他认为马上调停，结果呢没有调停成功，他后来喊了一个100日，就100日的成绩单到现在大家都知道嘛，甚至于好像不太理会他，甚至他现在连动作都很难动作进去。再来看到以哈也是一样。不管哪一个这个角落，他都会发觉他的能力的确有限了，所以他必须冷眼旁观，必须冷淡。当然，他这个一个玩梭哈的人随时要跟你去玩牌的人，当然也怕这成绩单交不出来也会难看。我觉得他随时也会改变，因为他很善变。对，所以但他现在会考虑到，我觉得他也是聪明，但也善变，因为。我觉得印巴你要了解他们的历史，他大概也聪明到知道这2国的历史不是那么容易解决啦。一块土地的克什米尔你要去解决很难，它有印控有巴控，你怎么能说他马上跳进来就能解决？那个就是从这个在1947年的时候8月，不是英国这个离开之后的殖民离开之后，他们就分了2块，这2块结果在中间这一块，当时还有一个大军，对不对？就是这个克什米尔大军，他原来是说当做自己去，结果没有想到当时是最早了，据历史的记忆，就是巴基斯坦就攻击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克什米尔，他就决定来用印度来控制，可是没有那么容易，因为人民的意愿不一样，穆斯林教的也非常多，信靠这个巴基斯坦最少有1半以上，就造成了所谓的人民意愿问题，所以很难嘛。像台湾有这种问题你到底要独立统一，你很难用一个力量去解决，所以这2国要争这个地方是不争事宜，而且不可能马上解决，所以我觉得川普不来，当然也有他的聪明。然后呢，我觉得这个有点使我想到7·7卢沟桥事变到底这个有没有这个恐怖攻击嘛？因为好像这个巴基斯坦也不承认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你要做一件事情，你要做 do something， 这个下步 do some action 之后，你一定要做一个借口嘛，那就是要让自己师出有名但不管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历史院还造成了，因为他们曾经这个历史记载上停火了一阵子，他们之前就攻来打去的。我记得在这个1949年到1965年16年当停火，从1965年开始就不断的有争议，这一次当然战争比较惨烈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个长久以来还有所谓的这个仇恨的事件不断产生。好，那我现在重点就是这2国现在当然这个你要调停的确有它的困难，当然还有一个就是美国现在也很难插手了，他在这个现在从俄乌到以哈到现在这件事件，我相信他再进来的话也会很难看。当然刚才主持人也讲到，还有一个这个川普也会想这个利益问题，他对他到底有多少利益？
当然这件事情呢，就是我们最后看的是这两个打下去，还有巴基斯坦外长也不必要讲说什么川普来调停啊，因为川普真的来，他真的帮巴基斯坦也不见得嘛。尤其巴基斯坦刚才也讲到战机什么，这个在背后可能在背靠有中国的战机，而且这时候的美国来的时候，搞不好他为了这个拉拢印度，搞不好对印度好一点也不一定。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时候川普不来是对的啦。当然，这两国战力，当然这个日后会怎么样，我觉得不是马上可以解决，但是会慢慢缓和。但最近呢，这件事件，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继续观察下去。对，没有错。来，董哥。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从俄乌战争这几年来，全世界都在观察战争。为什么？因为看你使用的武器，那看它的性能。是。所以其实这是一场实体的观摩啊。那俄乌战争里面看到俄国的武器对美国跟英国或者欧盟这些国家的武器那一种，其实打得当然开始大家觉得说实力相当。那后来因为乌克兰的援助越来越少，后来乌克兰就慢慢的节节败退。大家看到就这一幕。俄国好的武器还没有出现就以我所知啊，那他很多很厉害的东西也没有出现，因为他知道很多人在观察，所以不要看俄罗斯好像说怎么有时候常被打成怎么样，那大家要小心的就是你在观察里面有些东西是错的。好，那第二场战争大家知道以色列巴勒斯坦，你可以看到整个加沙走廊打，那就是用美国的武器去打。一个类似土著的那一种不对等的，所以加沙走廊死了很多人呐。那大家看到就说，觉得说这场战争是没什么好看因为等于说是摧枯拉朽嘛。但是加沙走廊的那些哈马斯，很多人还是有顽强的对抗啊。那最精彩的其实就是印度跟巴基斯坦这一场，因为很多人没有看过中国大陆的武器你过去看过美国。看过欧洲、欧盟、法国的先进武器，没有人看过中国大陆的武器。这一场出来，全世界都在观察。因为再怎么讲，印度很大，巴基斯坦很小啊。虽然都拥有核武国家，可是大家的后面的老大是谁都很清楚啊。那大家可以看到，欧美、美国长期支援的印度，这一次吃了大败仗等于说，就像刚刚赖老师所讲，玩疯啊。什么叫玩疯？因为你碰到中国大陆的歼十它的对等武器就是美国的 A56，就是台湾在用的，这一次没有出场。那大家知道歼十是中国大陆的4代机啊，你看他打了这些东西这么精准，和很多人吓一跳，怎么这么厉害？那我们看到法国最好的等于说标风被打成这样，所以大家就把这个东西拿来做对照。那这个对照以后会发现说，我们过去我们是不是看清了？因为这是中国大陆歼十第一次的实体战争，大家以前都是用传闻的嘛，都没有看过他实际在战场上打过。现在打过了以后，大家才知道说他的4代机就这么厉害了。是，那下来他有非常多的观察，会让很多人很吃惊啊。所以美国现在他大概也在想说他们要怎么办。但美国因为川普当总统，他本来就不太愿意去参与各国的战争。你们各国要打仗可以来跟我买武器，美国的想法是这样。可是这回你看到了，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美国最厉害的无人机叫做死神啊，对不对？死神的无人机 MQ9最近被打掉6架，你知道？从川普上任，他这个无人机非常厉害，暗杀，你看。苏莱曼尼就是被他在机场上暗杀的。对，大家看圣城里那个伊朗那个圣城里，第2号军事人物就被他，这个飞机很厉害啊。台湾买4架比较差一点的，叫 MQ9B，花了168亿8千万，我们东西还没拿到手啊。他被那些青年运动的人把他打掉了，他等于说大家觉得不可思议啊，这些人普通的游击队怎么这么厉害？是，所以我们把美国很多东西高估了很多，因为他有主导整个言论，而且他要卖武器，他每天讲他武器多好多怎么样。对。那打下去的话，其实就见真章，在这一场战役是没有错，而且人家是赤脚的，就把你高端的武器给打下来了，这个让世界都吓了一大跳也开始重新审视过去大家的认知。不过我们再来看看这场由美国发动的关税战、贸易战，现在进行到哪里了呢？我们先来看看川普在白宫的记者会他有
有松口，他讲了一句话哦，他说对中国大陆的145%的关税税率哦，不可能再更高了。如果会谈顺利的话，会考虑降低税率哦，看情况哦。讲这句话感觉是松口了的一个信号，所以呢。美国的《纽约邮报》哦，就有一个独家的报道哦，他就讲说，其实啊，川普政府已经松动了，打算最快在下个礼拜就降低中国的关税，从145减少到大概是50%左右啊，这是真的还假的？白宫的发言人李威特哦，面对记者的提问，他是这样讲，他说所有的决定最后都是总统本人才能够宣布，才能够做出啊。那前提是北京必须展现具体的行动。他说你这就是猜测哦，这个他不证实。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呢，现在有一些部分松动了，包括婴幼儿的婴儿车哦，因为美国他们进口的幼儿车哦，这个大概哦不是进口，就是他们这个买得到的市面到买得到的婴儿推车哦，几乎啊都来自中国，包括你在车子里面有没有？给小朋友坐的这个安全座椅，以及要推他们出去玩的，像是这样子的一个婴儿车，几乎80%、90%，快要将近100%都是来自于中国哦，中国制造的。所以呢，他们就说，那这个就豁免吧。可能会豁免了，要不然这些家长如果群起激愤，那你还得了？因为如果变很贵的话，那还得了？那我们再来看看受到关税政策重创哦，美国西雅图港现在没船了哦，船没进来。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港务局长他怎么说。You know, I can see it right over my shoulder here. I'm looking out at the Port of Seattle right now, and we currently have no container ships at berth. And that happens every once in a while in normal times, but it is pretty rare. And so to see it tonight is, I think, a stark reminder that the impacts of the tariffs have real implications. It means that we don't have longshore workers on the dock right now unloading merchandise. We don't have trains taking that merchandise to inland ports. And that's hundreds of jobs right here in our region and across the country. 所以你看到码头一片冷清呐，工人放大假哦，甚至有些人可能未来也会被裁员。可是有一个地方啊，看起来货物堆得满仓满谷的，这是保税仓库哦。这什么地方哦？这个是呢，把进口产品存放在这里，绕过利用一种合法的策略绕过关税。未来货物出这个库哦，就是离开这个仓库的时候，会按照当时实施的关税政策，它就是有一点在绕过这个高关税的一个方法。所以你看到呢？这个地方保税仓库里面就满坑满谷的货品，那现在呢，这个影响真的是来自于方方面面哦，体现在各个环节里。我们看到川普的关税让美国的第一夫人，因为她是一个时尚，她过去做过 model， 她很喜欢穿的一个牌子拉法叶148哦，这个每一个礼拜都要亏1812万，所以这个纽约的时尚品牌就说哦，我撑不到圣诞节了啦。因为它95%的库存都产自中国的工厂。其实虽然牌子是美国的，可是就是 Made in China 哦，就是我设计师这个设计一下，然后拿去中国工厂做嘛。所以它现在很惨，每一个礼拜都要损失60万美元，它快撑不住了。我刚刚讲可能有人要被裁员，所以我们来看一下2025年，就是4月份上个月，美国裁员的人数啊，激增到105441人，这是不含疫情哦，2020年是疫情嘛 ，COVID 嘛的时候，4月份裁员最多的一年，不含2020年哦，所以是蛮惨的哦。那我们再来看看川普，因为他不相信气候变迁，你烧煤啊、烧石油啊 ，OK 的，他不相信嘛哦，所以你看到呢，他是不是要图利石油业？加州检察长就讲了我们看到全美有10多州联手提告，那加州的检察长是这样讲，他说总统非法剥夺了数十亿美元的电动车充电桩基础设施的资金，本来大家鼓励用电动车嘛，那他现在把它冻结了，只为了让他的石油业朋友获利。所以他有很多的这个做法让很多人民美国人民现在觉得很生气啊，甚至去告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在科技战这一边NVIDIA 的这个黄仁勋不是已经讲了吗？说中国有巨大的商机，我们不能完全放弃。现在继黄仁勋之后，AMD 超微的苏姿丰也说，中国的 AI 市场是巨大商机，我们没有办法放弃那他讲对中国晶片出口的管制已经让超微损失了15亿美元，今年预计这样子一直亏也不行啊。那这两大巨头都是我们台湾的这个台湾裔的嘛，
他们就炮轰美国限制 AI 晶片对中国大陆出口，好像看起来川普有一点动摇，传出说他会妥协。如果真的妥协的话，那当然对这2家企业来说会有一个很大的这个政策上面的影响跟布局的调整。可是未来的政策是什么，大家不知道，要看川普。而另外，科技去美，中国也去美啊，你要去中，我就去你美，所以你就看到他们也就是围堵美国。就是我们美国任何的一个这个 AI 或者是各种科技，我们也不用。我们看到华为的鸿蒙电脑亮相了，他们从作业系统核心、文件系统到程式语言、AI 架构，还有大型模组，全面自行研发。我们大家就各自研发吧。你要去中，我就去美。好，《华尔街日报》就说，中国制造2025计划正缩小中西科技，还有包括技术的差距，就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我觉得川普的关税的这一招骗笨蛋可以了，那骗一般正常人可能骗不到啊。你想想看，他把关税拉到145%，说我降到50%，哦，那你看我这样帮你，我帮你中国我减了95%，哎，你应该感激我哎，哦，所以你应该也要表达一个善意嘛，哦，表达意思。没有人蠢到说我就相信你这些话，为什么？你还是涨了50%啊，因为我们原本都是在 WTO 的框架下，我们中美来谈判的嘛。在这个 WTO 的框架，这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经济秩序。你川普你是违反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还是你美国人创的词，你自己创的词，你自己违反，然后你自己不遵守这个 WTO 的规定，然后你自己把关税拉到145%，发现走不下去了，说那我降到50%，那我看你中国有没有好的表现？你表现好，我就给你降到50%。大家会觉得说你把我当呆子，我没有那么呆啊，大概呆就是你吧，不是我啊。为什么？因为你还是涨了50%啊。所以最好的方法，你要跟我谈判可以，你就回到这个今年的4月2号之前。但是我的底线是回到2018年之前，回到2018年的时候的关税，那我们的中美贸易协议可以重新再谈啊。但是你要回到2018年。回到2018年，川普可能做不到，但是看能不能回到4月2号之前，也就是所有的关税全部回到这个 WTO 之前的当时的一个状态。如果川普做不到，那这个中美的谈判就是这样子一直卷下去嘛。那问题就来了，就是说对美国活得下去活不下去，其实已经根据他所最讨厌的《纽约时报》，可是《纽约时报》的判断却是正确的。《纽约邮报》这是《纽约邮报》，但是《纽约时报》的判断是。克鲁曼他认为说，是买家现在不是买方市场，是卖方市场。那也就是说，供货者你要先看你美国，你强项是服务贸易，你弱项是商品贸易。可是你的生产制造业并不是中国或者是日本、韩国拿了枪顶着你的头，说你的企业给我搬到我的中国来，你的企业给我搬到越南，给我搬到韩国，不是嘛？是你自己企业以前福特搬到台湾来嘛，然后现在后来搬到大陆去嘛，你 3M 不是也搬到大陆去吗？是你自己觉得到那个地方生产对你最有利，所以事实上真正的盈余赚的钱还是在你的母公司嘛。那你今天你制造业是根据国际的这个全球经济你流动的，没有人逼你。但是你的服务贸易是一枝独强啊，那你今天不看服务贸易，你只看商品贸易，好，你今天你要在商品贸易做文章，你没有货了，你看1000亿美元的 3M 说关税取消了，现在婴儿车要取消，我看了干脆什么都取消算了，因为你什么都做不出来，你什么也买不到，你的圣诞节根本过不下去，你的小孩根本没有娃娃可以买，没有礼物可以送，每个孩子跟家长造反了。的确。OK， 从我的角度是这样看，其实他丢这么高的关税，其实一开始都不要讲预估，本来就会慢慢降下去。因为他这是打梭哈，或者你看以前西部片有没有西部佬，砰一把枪来，对方如果奉陪到底，砰也一把枪出来，他是要吓你，他没有打死你，他只是要告诉你，你把东西交给我，我要的东西给我。结果对方也这样子。他开始有点害怕了，教我要怎么办？最后2个都会放下，而且搞不好会不会回到 WTO 的时代，我们不知道。基本上，我认为讲的一个比较严重，就是川普很可怜，他输了，他还要再输到下面，会不会输到脱裤子？我不知道。
他输得很惨，所以我觉得他很可怜。为什么呢？他现在还是要打肿脸充胖子，他必须撑下去。他在玩梭哈，他还觉得他牌很大，他发现他牌其实越来越小，他发现别人牌很大，而且别人底气很强了。我讲不好听，人家 like for like 以牙还牙嘛，这英文的做法真的奉陪到底，是做到了淋漓尽致。你怎么跟人家玩？你真完蛋了，我是这样认为啦。因为你美国去今天把所有人都当敌人，虽然有人来 kiss your ass， 好，你很高兴了，你配合我了，可以玩了。我跟你讲，大家都还是你敌人。而另外一个他没有这样做，他去联盟拉帮结派，呼朋引伴，大家朋友慢慢同伴都来了，他反而更多朋友，甚至他们可以降到零，你就跟人家去一个一个对吧？川普怕了。好，那我刚刚讲一个东西，刚刚讲一个很有感，我在美国开2家公司，我那时候开用学生身份，电脑公司，后来开货运公司。我开货运公司就是我的 partner， 他爸爸以前台湾在那边就是搞那个婴儿车的，手推车，我专门叫 delivery bus 嘛，在纽约街头送。你知道那个真的人民很需要的嘛，尤其小孩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它是这个只是一个指标嘛。民生必需品不只是手推车、小孩婴儿车啦，还有更多。我跟你讲，将来要一个一个又全部走回去了，全部豁免。你自己看 ，Amazon 这种东西贵了以后，加了一个关税就被川普骂，反正你就不能说我不对就对了，跟台湾现在绿色恐怖有点像一样，你不能讲我不对啊。好，重点又来了，他现在呢又关了一个运输费用，不管，现在所有贵的东西，我们讲说。我们讲消费的需求的进口弹性，就价格的进口弹性较低的，它还是需要嘛。对，进口弹性大的就不要了，但需要的它忍痛需要。很多美国人在这样子忍痛在消费民生必需品，我跟你讲，这个将来会很惨。我讲第二个东西啊，你刚刚讲到那个 Lafayette 这家大公司啊，它会倒闭，它使我想到一件事。各位想一想，在蔡执政的时候前一个那个假论文那个蔡英文有没有？他那件事，我要讲假论是为什么要封30天？还有他拿出类页，很多人问过我100个以上，拿出类页有指导教授签名以及口尾签名类页就要金门，我在金门酒厂当金门人嘛。我们老董事打电话问我是真的假的，我说应该假，就是没有类页啊，拿出类页或任何一个口尾指导就要讲，不就是好了吗？为什么不拿出类页看？好不好？就类页我就相信是真的。类页是我跟所有学员讲，这最重要的一页。我也是一个博士，真博士讲这样的话可以吧？是。我现在重点就是使我想到一件事，他当时做了一件大事，两岸就开始分离了。在他之前的马英九在99年、110年，两岸多好，我们经济多好。有一家航空公司倒了，有没有？复兴航空。你不管有其他的坠机什么原因，有一个很大原因，当时6大最好的航线，光上海的浦东、虹桥，它都每天载客率原来都8、9成。这个一下子每断层变成3、4成，我跟你讲，那个林老板当时有讲嘛，一个月损失1000多亿，跟这个很像，1000多万跟这很像，有没有？一个月60多万美金，所以拉菲亚倒了，复兴航空倒了，我看拉菲尔的再撑下去，关系下也要倒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川普我用可怜形容他，因为他现在还认错，我永不认错，我会死不认输，再走下去，我觉得他最后变成囚牢都不一定啊。是，来，董哥。对啊，其实大家知道川普那时候当选他很多美国人对他有期待他认为他最厉害的武器就是关税嘛。然后他关税一弄出来，中国大陆145，那是破天荒啊，他认为很得意啊。可是下来，结果不是他所想那样这个川普啊，其实他是很骄傲，认为说这就是我最厉害的谈判技巧，一下就被人家看穿了。145根本就是死路一条，就双方不要再有贸易脱钩了嘛。脱钩的话，死的是美国人还是中国大陆？这不用讲嘛。因为中国大陆源源不断供应便宜、好用、安全的这些中下阶层用的产品给美国，所以美国就是靠这个啊。那你自己又不能生产，对川普来讲，他还很得意说：“你看我弄这关税，全世界大家都要来闻我的小屁屁，好像自己都得意。”那现在显然不是这样嘛，所以他着急了，他就找英国。为什么？因为他原来认为日本会是第一个跟他签，日本会做很多妥协嘛。没想到日本首相石破茂拒绝，说这很没尊严，而且我不这样干，我不牺牲日本人的利益，所以谈了好几次，日本石破天惊的拒绝。大家可以看，他就傻眼了，他认为说日本、韩国这些最听我的话，那大家看到的场面就是这样，所以只要找一个英国自己的老搭档，然后说英国怎么样跟我们谈了，哇，还卖关子，说我这2天有个重大协议全世界大家都冷嘲热讽，看不起他。那大家看到了，英国签出来了，告诉我们说，原来川普的底线就是10啊，其他都是假的呀。就跟英国签了。那大家看到就说，
他现在自己骑虎难下，又到处要找下台阶，又喜欢讲大话，对不对？大家看川普前一阵子穿教宗的衣服放在自己的那个，你知道川普当选以后，德国的媒体把川普打造成希特勒的样子，手还举那个希特勒的样，德国在台协会没有去抗议耶，很奇怪，大家看了吧？好，那大家发现了，其实整个美国社会，大家对川普的一直满意度或怎么样都一直在改变。西雅图是最简单的城市西雅图最大的是波音呐，它就是波音的一个原产地啊，不是产咖啡啊，也不是大家看到的港口这样。西雅图很兴盛，它有一个城市有2颗鸡蛋呢，但一个城市有2个鸡蛋，你就知道它多强。可是现在被它搞成这样，所以你看到美国自己内部已经发生了很激烈的变化，川普自己也有所警觉，他就开始紧张，开始要释放出一些东西。那现在当然对他最有利的就中国大陆能够顺他的意，但是以我的看法，认为说很难很难，因为你认为挤很高，然后现在纽约邮报说会到6050中国大陆不会接受，怎么会接受呢？就像刚赖老师说的，你给我弄很高，然后再给我降一点，那这个没有意义，除了笨蛋才会去听你的嘛。所以川普这回大概很难再收拾后院了。我觉得他下来就会一直在打折扣，到最后自己都没有信用了，就如何这种局面是没有错。大家都在关注美中的贸易或者是关税谈判会谈到什么点，而现在呢，中国大陆的领导人习近平此刻正在莫斯科访问他参与这个红场的阅兵。不过我们来看看前一天。欧盟他们有一个国家我们看到武契奇那他也来参加这个所谓的一个阅兵还有一个终战的仪式。可是其实他来之前呢，他受到欧盟各国的一个警告所以他抵达莫斯科，我们看到普京还特别问他说：“你这一路可好？”因为他绕了很多国家才能够过来武契奇他因为长得非常高所以你可以看到握手，他高出普京一个头那你也可以看到呢，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现在看起来是背靠背。此刻当地时间早上10点钟，俄罗斯的红场正在大阅兵。请导播让我们看看这个画面这个是刚刚发生在红场的大阅兵。对俄罗斯来讲，今天5月9号是这个二战他们这个击败包括这个法西斯的一个胜利纪念日。对普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他们筹备了非常久，也邀请了很多国家的领导人来观看阅兵典礼。其中最大咖的应该就是习近平了。在前一天，习近平有一个习普会跟这个普京3.5小时签署联合声明，里头说了要全面提升中俄的关系。那2个人握握手说要做好朋友。这个联合声明里头批评美国的铁穹计划破坏全球的战略稳定。什么是美国的铁穹计划呢？他提出大幅增加就是外太空外空作战手段，包括研发、部署轨道拦截系统，把外太空的武器化把外太空武器化，并且让它变成武装对抗的场所。他们认为这个事情万万使不得，千万不可以这样走那你也可以看到习近平他也回应说要携手对抗霸凌者。普京说欢迎技术转移，什么技术呢？这2个国家要谈更新投资协议，包括汽车包括各个方方面面。那现在俄罗斯已经成为中国汽车的最大进口国。众所皆知中国大陆制造非常多的电动车现在进口到俄罗斯。那我们再来看看李强，他此刻正在出访大马他计划5月29号出访大马，那要组一个超级集团抗美。在欧洲也一样，我们看到过去呢，西方国家跟美国基本上是非常的这个沟通没有阻碍，可是现在看起来状况有变，没有美国赢不了这是川普在欧洲2战的这个纪念日讲出来的话。你想想看，如果你是欧洲人，你听了会怎么样呢？因为川普他一如往常的夸夸其谈，他说不管你喜欢或不喜欢。这一场胜利主要是因为我们才实现因为我们美国人有战车有船舰有卡车有飞机有士兵才击败敌人。如果没有美国，解放就永远不会出现
那欧洲人听了当然很不是滋味，所以我们看到欧洲的国家，包括挪威，他发布了国家安全战略说，美欧关系不稳定，将寻求深化欧盟这个朋友之间的安全关系。而爱尔兰总理在布鲁塞尔的会议上还说，美国正在指望欧盟内部分裂如果川普关税谈判失败的话，欧盟威胁将会针对美国的汽车还有飞机做一些这个报复的举措。那中国大陆另外一方面呢，他就对欧盟伸出了橄榄枝包括过去呢，其实跟欧盟的关系不好的时候呢，他要对白兰地做反倾销的调查。现在他说，我可以 delay 啊，我可以延期到7月5号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呢，各种的这个关系正在做一些微妙的变化。而这个美英达成贸协这个是美国跟英国应该是讲说4月2号所谓的对等关税宣布那一天开始到现在，终于有一个国家跟美国达成了一个关税的协议这个是英国，两个人通了电话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川普立刻在他的这个 Truth Social 上面讲了，今天对美国而言是非凡的一天，他签署首个公平开放互惠的贸易协定。那两国到底做了什么样的 deal 呢？那说是条件是英国吃美牛，还有买3000多亿的波音飞机，就降低了所谓的这个关税。那美国跟英国的商业协定确定了会削减汽车、钢铁跟铝的关税，包括英国汽车它的关税是调降到10%，本来川普定的是27.5%那川投顾这个是当然是在酸川普的，他就说你现在就赶快买美股，因为我们美国的这个股票会像火箭一般冲破天际这个是川普的说法。来，我们请教赖老师。第一个下跪的就英国了嘛因为我们还是在强调，原来按照 WTO 的规定，你任何一个国家不能片面的加关税那如果你片面加关税的话，被加关税的国家可以到 WTO 去提出控诉嘛。那现在很明显的就是英国跪下来了那跪下来了以后就接受美国还是给他调10%的关税，然后换什么呢？换我再强调还是10%的关税，说英国人接受了而不报复。可是之前英国的首相有说，到月底前如果美国没有把10%的关税拿走的话，英国一定会报复。现在是非但没有报复还接受10%的关税，然后再加上向美国买农产品。英国不是没有产牛肉英国也有农产品结果你还要向美国买，然后再向美国买波音。那欧洲本身就有空巴那欧洲的空巴距离你还更近那以目前波音的情况来看的话，坦白说它的品质是比较看绿的，而空巴反而是比较稳定，因为波音还在整改嘛。那什么时候改到让大家感觉安心，还要一段时间。但是英国已经下订单了，那这个就代表什么？代表英国已经下跪了，而且跪的声音很大声。我觉得英国真的是脸丢大了这个工党的这个政府当初讲的狠话，说你10%的关税，钢铝税25%，汽车税25%没有给我拿掉的话，我一定是报复。结果非但没报复，而且还妥协了。我觉得这是第一个跪趴的国家，所以它并不令我十分尊敬然后它也不是大国它本来就是一个没落的一个中型的国家了。坦白说，这个国家真的是全世界第一个丢脸的就是它。如果未来中国大陆跟美国谈完了以后，美国所有的关税都取消的话，那英国的这个首相如何向他的国民交代？坦白说，现在石破茂为什么一直这么坚持？就是如果中国大陆谈成了，双方回到原点，那你谁跟美国签的10%的关税，谁就是出卖国家利益的人，他当然要下台嘛。来，我们进一下广告。我们来请教聂老师。好的，那个这一次5月7号到5月10号，那个川普这个他们去庆祝这个胜利日，是习近平这4天过去了，7号就先发了一个报纸，告诉全世界俄中之前的一些友谊啦当然他这里面也讲到了美国
对现在全世界他自己孤立别人，变自己被孤立的一些故事。然后呢，那个当然川普说那个普丁啊说他是他最好的最重要的嘉宾。那当天是4月9号他们的胜利日，我觉得10月1号5月他5月9号对不起5月9号他们胜利日，我相信在半年之后10月1号，那个普丁也会被请到中国的这个他们的10月1号的国庆日，也会是最重要的嘉宾。是。那还有你刚刚讲到这个入主抗美大联盟，现在都不用来特别来组，现在很多国家都自己想要脱离美国，想跟我们讲的我们对岸大陆和有一个somehow的一个结盟。这一次一样5月这个8、9号就已经看出端倪了。南美这个美国的后花园巴西不是吗？一结束也要到中国去，是他已经跟中国包括那个大豆有没有，就已经不买美国的了。你31%在美国市场我都不要了，我全部转到巴西去。美国现在慌了，你知道吗？港口大家都被停摆在港口，没办法，农民开始要起义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好，那这已经看出端倪了，包括哥伦比亚也是。还有那委内瑞拉本来就不一定这个跟美国友好的，所以12个南美国家，你看一的这个，也就是开始有一些我们看到的所谓的抗美的一个大联盟。第二，我要讲到一个有趣的东西就是说今天你讲到那个欧盟呢，也开始呢针对美国汽车或飞机呢，可能也开始有点 revenge 的方式，有点报复性的方式，也要跟他们磕。而且他认为，甚至欧盟现在都认为我们看到你美国要失败，你的关税还是要失败下去的。我是这样在讲说，因为他们现在还会越来越讲话，越来越大气，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他们有前车之鉴。前车是谁呢？就中国，因为中国已经做了很多这个对美国的一个所谓的 like for like 以牙还牙的报复，所以他们会越来越顺尤其放飞机、波音飞机等等的。我最后讲一下一个很有趣的，刚才讲美英之间的问题，我必须讲一下，他只是要缴成绩单，他为什么找英国？因为他要缴卷。因为他是解一个题目，他自己想说，我只能考100分，他今天才知道这数学这么难解，什么都解不出来，他必须写分数，他就去找了一个最容易谈的国家，而且他还强调他在之前放出风筝，有一个很重要而且全世界尊重的国家，因为他年纪大，他的停留在19世纪海上霸权的英国嘛，我们都猜到是英国，然后重点是，但是也是他老总国家，那最容易为什么？他们两国你要去聊，他们是美国是顺差去年是美国赚100多亿，对。第一季你去看就已经美国赚50多亿，这很好谈。我赚你的钱，我还扣你的税。我跟英国一讲，而且他们这次是对你讲对，这逻辑很怪。不怪，就是他这样很容易谈，所以他们是电话中谈。他之前认为说，例如说大陆赚我很多钱，说我要扣你税。可是现在是我赚你的钱，我还扣你的税。我知道我赚你钱，然后我会让一些，然后把这个成绩单要交给世界看。是这个最好谈，一些其他国家会跟他报复，你知道吗？大家预测。请教董哥，是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川普现在他很着急，急着要去完成很多他阶段的这些谈判。可是因为他信用破产嘛，你自己讲的话或自己签的约，你常不认账，那别人要遵守自己的约，别人不是吃亏吗？所以现在卡在的就是他的信用，让很多人就看不下去了。那我们知道现在川普做了这些事情你有时候觉得不可思议英国。他是赚人家钱，他顺差，他也跟人家克，很好笑。但是他达成一个目标的用意在哪里？这目标就是说，你看我已经谈成一个了，那这个标杆下来，英国是要克10%的关税，